中俄会晤后，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关系确定，在高度赞同中国方案下，普京释放出了停战信号，但有些国家不乐意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，为期3天的中俄领导人会晤结束了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次意义重大的会晤做出了最终总结，除了全面阐述了中俄关系的新高度外，还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，在中俄会晤结束后，普京在联合记者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，全篇内容很多，国内也有了中文版，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我挑几个重点来讲一讲。首先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新高度。毫无疑问，俄乌冲突持续1年多以来，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：中国和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？对此，有些国家十分忌惮，害怕所谓的中俄同盟彻底改变了当前的国际秩序；也有一些国家十分期盼，希望中俄能将国际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。但是从普京的总结来看，无论是哪一方，都没能准确地理解当前的中俄关系。美国人认为中俄已经是事实的军事同盟，甚至炒作中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先进武器。这种炒作从冲突爆发之初直到现在都不绝于耳。哪怕是在中俄会晤的这几天里，西方仍然在渲染国际舆论，声称中国支援了俄罗斯弹药，帮助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。但普京很大方地说道，中俄关系确实具有特殊性，两国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高发展水平。用同盟盟友这种冷战对立思维来形容今天的中俄关系，用中国老话来说，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更准确来讲，普京认为中俄关系是真正的全面伙伴关系，也是国家战略互动的典范。在过去的国际社会上，并不存在此类关系，所以中俄之间存在的特殊性。这意味着，自中俄会晤后，美国和西方社会想继续在中俄不正常关系上做文章，几乎不可能了。哪怕美国继续渲染，也是一厢情愿。说完了中俄关系，普京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。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后，普京对中国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方案表达了高度支持和认可。普京认为中国方案中的很多条款都与俄罗斯的做法十分一致，只要西方和乌克兰做好了和谈准备，俄罗斯自然会主动坐上谈判桌。这一点在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也写得很清楚，和平的曙光确实要来了，但一些势力却还在负隅顽抗。俄罗斯想谈，但有些人恐怕不是很想谈，甚至不乐意谈。总结中，普京说道，在中俄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沟通之际，英国却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贫铀炮弹。如果西方真的打算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带有核元素的武器，那俄罗斯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到底是谁不想谈？我想已经不用明说了。甚至我个人认为，冲突打到今天，乌克兰都产生了动摇，但其总统泽连斯基背后的西方力量似乎正在巩固乌克兰的斗志。还是那句话，打响一场战争很简单，但要接受一场战争却并不容易。中国正在做出自己的努力，但暗地里的艰难险阻却非常多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